怀州灾情如此严重，百姓都快填不饱肚子了。朕下旨，减去怀州3年的赋税，有何不妥？陛下有所不知，先帝在位期间战事不断，国库快被连年增长的军费耗光了。陛下今日免了怀州的税赋，那明日青州、黄州等地遭灾，您难不成也一概免喽？长此以往，国库空虚，如何支应各地的赈灾粮款和军费开支？臣负周大人之意，国库空虚，赋税免不得。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启禀陛下，臣以为减免赋税并无不可。怀州遭灾并非是百姓之过，陛下减免赋税，既给了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，又能彰显朝廷恩德，可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穆大人说得轻巧，减免税赋容易，国库里的窟窿怎么办？还是你能无中生有，变出银两来？若是北凉再生事端，动辄几10万两的军费，又有谁出？据下官所知，怀州百姓刚遭大灾，不说是10室9空，也是家徒4壁。即便周大人掘地3尺，也搜刮不出来几两银子来，比不得周大人家底丰厚，手指头缝里随便露出来那么一点儿，就够怀州百姓吃饱肚子了。哎，周大人既然如此关心国库空虚，要不然您自掏腰包来填上这窟窿？放肆！再者说了，周大人现在担心北凉挑起战端，当初定王下狱，是你口口声声的说要将其处以极刑，那个时候怎么没想起来这一点啊？你处置定王是陛下的旨意，穆大人莫非要质疑陛下圣裁？我虽高高在上的坐在这龙椅之上，却只能任由旁人拿捏，我算什么天子？陛下，陛下，哦，沈清，这么晚求见，所为何事？臣是来送吏部新1年的考核结果的。哦，放那儿吧。是。哦，你回去吧。
之墨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沈惊鸿，跟他说，我邀他在小秦宫一见。公主，沈大人始终未曾现身。那慕周华呢？他等了1个多时辰，最后拂然而去。他近来总是避着我，想必心中还是有些别扭。罢了，本宫去开解他一番。还在生我的气？没。那为何要躲着我？我最近在想一些事情。那想的怎么样啊？已经想明白了。流言一死，刘成好高骛远，不切实际，不配为君。而只有你，才配得上做南征的君王。就这样。我认输，我会送你。